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的科目是来介绍 W126 引擎室里面的一些零件的名称跟它的简单的功能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M103 W126 6缸的引擎。我现在是从前面车头的部分开始做简单的介绍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看到了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欧导刮。欧导刮就是点火放大器。再来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是 ABS。那这个呢是点火线圈，点火线圈经过欧导刮把电流放大给点火线圈，然后来到这个的分电盘，分电盘之后分送给这四缸的回气塞作为点火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水温开关追估。那追估当然它有分好多种温度的设定，有不同的温度设定的水龟。水龟的话，螺丝从这里拆。那在这一颗呢，就是 Power 的方向机的碰谱。那这里面要平常保养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螺丝打开，然后呢，里面是那个方向机油。这只是引擎的避震器。下面有看到的，现在我们看得不清楚，这里面有那个曲轴的感知器，然后我们的欧导刮是有曲轴感知器，把讯号送出来给欧导刮来做放大。再来看到了这一颗，这颗就是俗称的怠速马达。就是怠速控制器 ，ECU 是由怠速控制器里面的阀门左右转，然后打开跟关闭里面的这个空气门，来控制维持我们的怠速。再来，我们看到的这是喷油嘴。喷油嘴总共有6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只。这只是冷车喷油嘴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看到的是喷油盘。
W26的6缸分油盘，油压调整器，空气流量感知器。再来，这个呢就是查压阀，再往右上，这个就是故障检知器，跟 W124。102的眼镜是一样的。1、2孔，2是接地，1、2孔是转速讯号输出，然后2、3孔呢是调空占比的，但是要有专用的电表。但是如果说在90年之前的欧规，因为它没有 O2， 所以23 pin 是没有讯号输出的。我先把它锁上去，再往上，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辛烷值的调整器。S 从 S 开始1一直开始到7，S 的话一般 S 的话是指比较高辛烷值的，如果95的话是应该往上拉之后旋转，调到指针的这个位置。目前我们看到的它所在的位置是在 N， 也就是说，应该是在照厂方设定，应该是在属于中辛烷值的，在92吧，大概是92。因为这个我的经验，我设定，因为它会影响到点火时间，但是差别不是很大，所以事实上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去关心它。那再来，这个就是保险丝开关，保险丝开关的话，就是往这边拉，下面的扣环松开之后。我们就可以往上提，这里面是保险丝开关。再来，这个是总泵，这是总泵的那个油量感知器。这个就是 ECU 的高压保护，这上面有保险丝，2颗保险丝。有的是有1颗，这不一定。但是这个主要是保护 ECU 不要被过高的电压，可能16、7伏所损坏掉。这个呢？是AC 的铝类，就是冷气的铝类。对，这个如果故障的话，冷气就不转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汽油泵的铝类。这个倒是比较容易坏。那这个冷气的铝类的话，大家所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常常讲说，我为什么冷气有时候不冷，但是如果我电源关掉重开，它又冷了。也就是说，冷气的那个电磁阀它没有吸住，大家都要怪它。其实
应该检查的是皮带的松紧度，就是皮带一般来讲都是发生在皮带的舵轮啦。那皮带的舵轮调整方式是由这根螺丝在做调整的。我们再走过来这里，这个是发电机，然后这里是油尺，这个是变速箱油的油尺。变速箱油是应该在引擎发动当中做量测。然后再往上的话，这个是 ABS 的控制 ABS 的电脑。这里面还有旁边这个呢，事实上也是个检测孔。但是这个检测孔其实我感觉让它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的资讯太少了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不管它了。我的经验我是不管它。这个就所谓 engine car。我这部车的 engine car 现在是几乎是新的状态。就捧的啦，它的高度够。如果 engine car 如果磨损的话，它的橡皮会被重量压下去，就会扁掉了，会能卡起了。如果以这个状态，这个 engine car 是算状况很好的。左边这边也有一个 engine car， 不过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。这个是机油滤清器。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报告完毕。